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群晖 NAS 的 Office 套件。一句话介绍 Office 套件，就是说允许你远程多人同时编辑一个 Word 文件，当然也包括 Excel 和 PPT，就是一个远程团队协作的工具。这个工具在我来看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，所以我们这期视频来聊一聊。然后在开始之前说一下，这期视频如果你需要跟我一样是远程使用的话，你就需要配置公网 IP 和那个域名的绑定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DDNS。有需要的话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群晖 NAS 如何配置 DDNS 的视频，我们在这期视频里就不展开说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开始这期视频相关内容。首先，我是以一个群晖 NAS 管理员的身份登录到了这台 NAS 的 DSM。我用的账号是 DP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安装这个套件。安装非常简单，打开你的套件中心，输入 Office，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群晖的那个 Office 套件，点安装。点了以后需要等一下，然后安装好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桌面，选这个群晖的这个 driver。当然，你的 driver 也是要同步装的。然后进来以后不要着急，肯定有人会说英文，其实英文和中文是一样的。在左边找到第4个叫团队文件夹，找到它以后，在这边你只需要找到你在群晖 NAS 上任意一个准备存放 Office 文件的地址。比如说我这期视频用的是这个 eTemper， 我就把它点启用，然后这些全部选默认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启用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团队协作的这些文件要有一个地方去临时存储，那么我们现在选的就是这个存储的地方。好的，这个做完了以后，那么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这时候点群晖 driver，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套件。点了以后，这边有一个 team fold， 就是团队文件夹，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刚选的这个文件夹。再打开，我在这边已经新建好了一个叫群晖 Office 的 demo 这个文件夹进来，然后我们所有的本期视频演示的文件都在这里。然后如果你是在公司使用的话，建议你不要像这样用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夹，去那个共享文件夹里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来以后，我们先新建一个样式吧，就选它，我们把它的名字改一下，-1，然后这边选保存。看到这边有提示，它就已经保存好了。这样在这个 Java 里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是已经存在以及保存了。然后如果我一个人使用的话，我就可以这样去编辑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，编辑完了点保存，然后关闭，然后有需要再次打开。这是一个人的使用场景。然后如果现在是2个人呢，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员工，员工上线了。他也登录进来了，他也有 driver， 然后呢，他只要看到这个共享文件夹，跟我在同一个地方，也双击，他也可以编辑，我也可以编辑，我们来一起试试啊。比如说他输入001，然后我这边来看001就有了，并且提示是11T1这个员工正在做编辑，然后选保存，然后我这边在下面写002，我也点保存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员工，他就看到 DP 在这边写了002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团队协作功能。然后这时候我想跟大家引入一个版本的概念，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回溯，不同时间，只要你做了保存，它不会自动保存，或者说我没找到自动保存，每一次我都是手动保存的，每一次保存的东西你都可以回来。这就是一个简单协作的一个场景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再来，我这时候又找了第3个员工，他也登录到了 NAS 里，也有 driver， 但是很遗憾，他因为权限的关系，他看不见那个就是那个eTemper那个文件夹。这时候我们想要让他一起来协作，那么怎么做呢？这边有一个加号的人，就是邀请人物进来，然后这边你只需要搜索你想邀请的这个人是谁，比如说他是11T2这个人，然后我把他邀请进来，然后给他一个编辑权限，这时候我点保存。记住我是管理员对吗？所以我有这个权限来做这件事儿，然后他就可以收到
啊，在这边就是分享给我的，在这边就能找到，他就可以进来。进来以后，他可以做同样的事情，他在这边输入003保存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编辑了003，然后在那个版本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功能的改变啊，就是这个内容的改变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这时候基本的就是1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，我们都演示过了。下面我们来玩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首先，比如说我现在是管理员，我觉得这个要改变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在那个版本里我们要退出来。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地方要改变一下，我右击选评论，这个就是说我艾特这个人，把这个改成红色，这就是加了一个注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他就能收到这个提示，提示在哪呢？在这边会有一个提醒，就是会有人告诉他你被什么提醒了，然后他打开就能看到，看到就是这个改成红色啊，然后这边我看到了，我就会回复我知道了。然后这边呢就正常的去修改它，比如说我们去改它的颜色，颜色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改它的颜色，把它颜色改成红色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它改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回来我这边我收到了这个，你看到没问题，我就把这个打上勾，然后这个就已经做完了，就表示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以后，它就不会常驻在这边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评论功能。然后再接下来想给大家展示一个功能叫水印，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插入，插入这边有一个水印，水印有很多，我们演示一个文字水印。好的，文字水印我们只需要输入上内容，然后敲一下回车，它就会开始生效，在这儿，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调大小、字体、什么角度啊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就是水印，水印做完了以后，下面我们做什么呢？就这个东西你编辑好了以后，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呀，你可能要去其他场景去使用，那我们就选择下载。下载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 PDF， 一个是就是微软的 Word， 就是 Office 的 Word 去使用，这2个版本也就够用了。好的，这就是基础功能。下面想演示一些其他的功能。其实看到这儿，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，这个权限功能似乎有一点点弱，不是那么好用。对，您看到的是没错的。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你看这边我只要新建的东西，跟我在一个权限组里的这个人，他是可以看见的，那么就不是很安全。如果要，其实它的权限是基于文件夹和文件系统的话，如果要那样的话，需要做一个非常庞大的权限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 Word 加上密码保护，点新建，然后这边它下面有一个就是加密文件，我们在这边选择，然后它读出来以后，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就好。这时候就需要输入密码，我们输入1234，然后这时候就已经新建好了一个加密的文件。好的，这边就新建好了一个加密的文件，编辑什么和之前一样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的，这边我做好了。然后这时候还记得这个人吗？他是可以看到，小心一下啊，他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里所有的内容的，但这个时候他不能编辑这个，因为打开以后是需要密码的，就是这么一个用途。加密的，就是加上密码这个功能，就可以很好的隔离一个团队里的这个内容。这样对于小团队来说，有了密码这块就是有了密码这个功能，把这块短板补上以后，这个文件管理似乎又能用得上了，就又能用了。然后这个加密功能还想再讲一个点，就是说它并不光是只能新建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当前这个也给它转换成加密的文档，只需要输入密码，它就可以被转换。转换完了以后，之前有编辑权限的人也不能再去编辑它，除非知道密码。这就是加密这个功能。然后下面再演示一个
功能，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是新建一个文本，你叫 T3 好了。这个文本现在其实只有我和他能看见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邀请的方式让就是第三个人看见，但其实这样不够了。我们想做一个就是大家都能编辑的功能，怎么办呢？选分享以后选右边的这个公共的链接，然后这边新建一个公共链接，然后这边权限就选3个，这个是这个链接的人只可看、只可评论和只可编辑。我们选可编辑，然后这边可以设置密码，我们就不设密码了，然后这边把这个复制下来，然后点保存，然后我在我的 Chrome 里开一个匿名窗口，把这个放进来。噔噔，一个所有人都可以编辑，不需要登录账号，什么都不需要的一个功能就做出来了。这时候我这边就能看到的是游客，我这边输入123。没有任何问题，游客这边也能看到有人在输入，但是他看不到我的名字，双向的匿名，因为我是就是 DP 这个管理员是不能让他看见身份的，因为他没有登录，因为他没有登录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就是可以多人匿名访问、匿名编辑的这么一个方式。这个东西在有些场景其实是挺有用的。好的，这就是所有的编辑场景都演示完了一遍。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吧。首先，这个 Office 这个模式它非常的好，能够快速的解决小团队轻量使用的这个需求。然后呢，最一开始它的那个就是文件访问权限是来实现的这个就是权限管理，其实是有弱点的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在同一个文件夹里，如果想要做更细化的这个权限管理，其实是很麻烦的，因为你要去做不同的那个配置。但是很巧妙的是呢，他们增加了密码保护这个功能，那么就可以实现这一串文件有几个加上密码保护，这样只有密码的人才能进，其他人进不了。再然后呢，在团队里来说，就是可以进行邀请，可以进行一些公开链接的一个制作，这样就基本上可以覆盖90%或者95%以上小团队使用的这么一个场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期如何使用群晖 NAS 的 Office 套件来快速搭建一个团队协作 Word 场景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TP，谢谢。